我确实不能否认比特币作为一种资产的成功。如果看看过去的12个月，或者整个2023年，比特币在2023年的成功是无可辩驳的。你可以将它与任何的资产相比较，比特币总能显现为明显的大赢家。如果我们稍微再回顾看一下2022年的末端的情况，比特币当时的价格只是$16,000。比特币的走势如何，市场其他部分也会如何。因此，对许多其他加密货币来说，未来这几个月一定是山寨币的天下。在比特币上升的初期阶段，并不是很明显。过去的6个月，这些山寨币已经开始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有一些已经翻了几倍的利润，比如之前所分享的 NEAR、Solana 还有 FTM。这意味着呢，现在要找到价格在$1以下的好项目，会比起6个月前、1年前还要更难。虽然很难，但并不是不可能的。今天呢，我会再一次为你们寻找这些好项目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会介绍4个我认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会有非常好的涨幅的加密货币项目。所有这些项目现在的代币价格都在$1以下。根据我的研究，我非常坚信他们将在2024年以及以后持续爆炸性的增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来告诉你们一个超级刺激的消息 ，Bybit 的 Trademaster Grand Prix Series 2竞赛要开始了，要赢取高达220万的 USDT 的奖金吗？而且还有机会参加2024年底的豪华晚宴，只要你的 Bybit 钱包里面有$1000，就可以参加这个比赛。另外呢，只要你的交易量每达到200万 USDT，你就可以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，奖品是 Bybit 的 T-shirt、hoodie、登机箱、扑克套装，当然还有我们最大的奖品5000 USDT 等你们来赢取。记得报名的时间是从2024年的1月份11号开始，一直到2月的7号。比赛的规则是从1月18号跑到2月8号。这么棒的机会，赶紧去 Bybit 的官方网站看一看吧。那我会把这个比赛的详情放在视频下方，想要了解的可以去点击这个网站。今天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币就是 The Graph GRT。那 The Graph 确实是我投资之一，我对这个项目是有信心的，因为它在索引和查询区块链数据这一特定类别中无疑是领导者，无论是对用户还是开发人员都是如此，他们都可以获取他们需要的链上信息。就像今天我们将看到的所有4种代币一样， The Graph 具有良好甚至可以说非常好的代币经济学。例如，这里没有供应链过剩的问题，因为目前几乎90% 的总供应量已经在流通了，这就为它加了1分。即使我们刚才谈到的比特币在2023年的回报率大约是160%嘛，在过去的12个月里 ，GRT 最高峰上涨了大约196%。对于 The Graph 来说，牛市是极好的。因为随着新的项目的上线，所有这些项目将需要索引和查询工具，不是一些，不是许多，而是全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喜爱 Web3 基础设施领域，每一个项目都需要这一种支持。尽管 The Graph 确实有一些比较小的优质的竞争对手，但他们是这一类别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，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 The Graph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排名在第2的 Mantle。Mantle 呢是一个以太坊第2层和流动性质押协议，目前他们正在质押15万个以太币，有4700个验证者。他们的 METH 流动性质押代币越来越受大家欢迎。他们提供第2层服务和流动性质押的事实，意味着在目前这个时间点，它被低估了。自从7月份的 TGE， 也就是 Token Generation Event 以来，投资者获得超过18%的收益，这让他们在同期市场领导者的投资回报率方面稍微有一点落后。但我们认为人们刚刚开始发现这个项目，任何想要将他们的 LSD 持仓从 Lido、Frax 或者是其他的 L2 转移的人，比如 Arbitrum、Optimism、ZK Sync 或者是任何其他当前流行的 ZK Rollup 解决方案，这个项目都是一个宝藏。现在它的历史最高价是$0.82左右，它的市值现在接近23亿美元，目前的价格是在$0.75，但再一次强调，考虑到我们在牛市的早期阶段以及这个项目所取得的一些成就，
我们认为这里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那接下来我们的排行第3的呢，就是 Loopring， 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以太坊第2层项目。那老实说，最近我并没有太多的讨论到这个项目，它是首个使用 ZK Rollups 的第2层解决方案，这现在呢已经是高质量的第2层解决方案的公认标准，就像 Immutable X 专注于游戏平台一样。Loopring 专注于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 以及相关需求。让我们来看看数字。像我之前谈到的，比特币和以太坊在过去的12个月里分别上涨了168%和98%。不可否认 Loopring 呢在这个特点的时间框架内销回有点落后，但同样的呢，在12个月里它依然上涨了67%。这是一个简单的讨论点。Loopring 呢有一个良好的代币经济学，流通供应量为12亿，总供应量为13亿，这意味着没有供应过剩。那它目前的市值是为2.99亿美元，刚好低于3亿美元，距离它的历史最高点下跌了92%。那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Arbitrum 的价值是它的4倍，约14亿美元，或者 Optimism 的价值是它的6倍，约20亿美元。这并不是诋毁这些项目，因为我也是他们的粉丝。但事实是，就目前而言，Loopring 作为一个 Layer 2的项目有很多亮点，我觉得市场对它的认可有点偏低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项目就是 Fetch AI， 排名在我们的榜上的第4位。回顾过去的12个月里，也就是2023年，对于 Fetch AI 来说呢，是相当重要的一年。我坚信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的融合在2024年将继续增长。简而言之，加密货币将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不可避免的支付方式，特别是对于像 Fetch AI 这样可以创建的自动代理。我的视频开始时对比特币在2023年的表现赞不绝口，然后我们几乎查了所有项目的12个月的表现。在这个方面呢 ，Fetch AI 是至今为止最成功了。它在过去的12个月里回报率高达765%。再一次强调，这里有一个非常坚固的代币经济学。98%的总供应量正在流通中，6.75亿美元的市值。它目前是第4大加密货币人工智能项目，尽管它的价值是 Render 的一小部分。Render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项目，最终我预计这2个项目的市值都会增长。实际上，多个加密货币的人工智能项目的市值都会增长，但 Fetch AI 和 Render 以及其他的项目之间的差距肯定会在未来几个月内缩小。明确的说，整个领域都将会增长，但按照我的估计 ，Fetch AI 的增长速度应该会比较快。